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，正在日本进行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将于本月25日至26日访华，在天津与中方外交高层会面。随后有记者向中方发言人证实此事，得到肯定的答案。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深夜宣布，经双方商定，谢尔曼将于7月25日至26日访问天津。届时，中国外交部主管中美关系的谢锋副部长会和谢尔曼会谈。实际上，美国一直没有放弃谢尔曼对于中国的访华，此前多次放出风声，最终都不了了之，不难猜测是遭到了中方的拒绝。如今中美重启对话一事正式敲定，想来是中方在美方的苦苦哀求下，决定给美方一次机会。从这儿也就足以看出，美国寻求与中国的对话并不死心。据悉，美国非常看重谢尔曼此次访问活动，除了这是中美阿拉斯加战略对话后首次高级官员面对面的对话以外，也是因为现在的美国必须请中国帮忙。疫情期间，美国经济受到巨大的重击，失业率居高不下，包括服务业在内的第三产业遭遇了危机。虽然如今该国的经济正在逐渐恢复，但是并没有出现预期的高速增长。加上因为美国政府2次通过纾困案向美国民众发放了不少美元，还向企业投入了许多资金，一度导致美国市场上多出来许多美元，造成美国物价飞涨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美国通货膨胀急需中国的拯救，毕竟只有中国走出了疫情的阴影。再者，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，不仅可以提供大量工业品，而且还有雄厚的资金能够帮助美国走出困境。简单来说，美国目前急需中国的资金，包括从美国购买更多的债券。也正因如此，美国迫切地想跟中国进行对话，也是有求于中国。谢尔曼作为美国国务院的2把手，具有一定的话语权，所以对于美国来说，谢尔曼访华是第一步，是为后续进一步的接触做准备工作。可美国如今也必须认清一个事实，现在是美国有求于中国，中美角色正在发生互换。中方早就把话挑明了，中国希望能跟美国坐下来谈，但前提是美国必须带着诚意来，否则磕头也没用。如果美国坚持对抗中国的战略，届时就是美国自己关闭中美对话大门的。就如国人所言，求人就得有个求人的态度，别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。中国不吃这一套，中美角色发生互换，这次中国说的算，帮不帮且不说，美国是否会在脱离危机后反过来重新对付中国。仅从想要从中国帮忙这点来说，美国必须拿出诚意来，不然可以肯定的是，就算谢尔曼这次访华了，也不会有任何结果。7月20日，英国乐滋滋地宣布，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访问日本后，英国就会顺势留下2艘军舰永久驻军日本，并且随同的还有另外一支由海军陆战队组成的滨海应对小组。这件事在国内可以说是闹得十分激烈，不少人对英国表示了气愤非常，各种相对立的话也没少说。不过如今有一件事或许可以令大家开心，英国盯着中国虎视眈眈，口水直流，却不知自己大后方却被伊朗直接叫板了。根据美国海军学院网站18日报道的一则消息，2艘伊朗军舰正在靠近英国的家门口英吉利海峡，其中还有1艘伊朗的准航母莫克兰号海上基地舰，以及另1艘伊朗自己生产的萨罕德号驱逐舰。按照时间计算，这个时候伊朗军舰已经到英国家门口了。此前，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在去自己在波斯湾的驻地巴林港口时，就闯了一回霍尔木兹海峡，明明白白地对伊朗挑衅。那时何曾想到，现在伊朗是如此霸气，一出手就是杀招，把自己12万吨的准航母都开到了英国家门口。不过，光是把军舰开到英国家门口，这可不算是什么杀招。真正的杀招还是要说到这2艘军舰上携带的武器。要知道，莫克兰号作为海上基地舰，12万吨的排水量可不是吹的，足够携带至少10万吨的燃油和淡水之类的物资，同时还能停放多架直升机。更重要的是，按照北约的说法，这2艘军舰还有一个致命的能力，那就是投送无人机和微型潜艇。伊朗这么多年被美国压制，却还依然能够不断成长，一步一步的发展壮大，甚至在每次受到美国制裁和打压的时候，都会举起自己的武器打向美国。美国驻伊拉克的领事馆常年会响起的警报声就是伊朗的反击，所以英国挑衅了伊朗，也不外乎伊朗军舰杀到英国家门口了。要知道，伊朗军舰可是连夏威夷都去过，小小的英吉利海峡有什么大不了的？不得不说，伊朗做得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虽然伊朗不是专程去找英国麻烦的，主要还真就是顺路而去。据悉，伊朗的这2艘军舰收到的俄罗斯邀请，将会在7月25日的时候，在波罗的海参加俄罗斯的海军阅兵式。但是参加一个阅兵式需要携带武器吗？很显然，伊朗这是另有目的。目前北约对这件事可以说是紧张得很呐，就怕伊朗用这些武器做些什么事，甚至还担忧伊朗会把这些武器运送到委内瑞拉等地。所以在伊朗的2艘军舰穿航英吉利海峡的时候，北约可是出动了不少人进行监视。不过不管怎么说，伊朗这回算是严正的亮明态度了，谁都不要惹他。
不然就必然要谁好看。对此，中国还是可以学习一下的。美日英挑衅行为一再加量，中国至少需要回敬一下了。美国一直将中国视为其霸主地位的巨大威胁，实施各种手段来遏制围堵中国。在中国的统一大业问题上也是不断插手，并且将台海问题当成其全球战略的重中之重。作为美国的忠实追随者，日本在这一问题上也是紧紧地跟随着美国。面对解放军带来的压力，美国与日本深知，以目前他们在台海地区的军力是无法与解放军相抗衡的，所以他们正计划着用五代机来对抗中国空军，以达到他们卫台的目的。据环球时报报道，美国空军25架 F-22战斗机已经齐聚关岛以及周边地区，将参加大规模联合空战演习。这是美国历年来动用 F-22数量最多的一次。美军如此大规模的增派 F-22至亚太地区，在很多人看来，就是为了应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空军。据悉，中国空军已经装备了多达100架的歼20，这对亚太地区的美国空军来说是很大的压力。而日本也紧随其后的宣布，未来将在位于九州南部的新田园基地部署大量的 F-35B。据日本媒体报道，截至到2025年，日本一共将在新田园基地部署20架具备短场起飞、垂直降落能力的 F-35B 隐形战机，加上南部离岛基地和改装过后的出云舰，将极大地增加解放军完成统一的难度。而美军 F-22将会在未来台海发生冲突时，很可能第一时间进行转场，与日本的 F-35B 会合，组成五代机联合编队，决心共同进行卫台行动。虽然新田园基地距离我国台湾省最近距离只有100公里，却也存在风险。国际太平洋论坛专家葛洛瑟曼强调，新田园基地不是万能的。虽然部署 F-35B 在新田园能够第一时间插手台海，但也将面临着解放军最直接的攻击，并且在这里精密复杂的 F-35B 很难得到良好的维护。美日能想到的，解放军自然也能想到。F-22和 F-35B 具备隐身能力，但不太可能全天候的在天上飞呀。平常也是待在机库或者停机坪上，和普通战机无异，这就完全暴露在解放军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。东风家族的实力，相信大家都知道，解放军完全可以在其没升空之前摧毁他们。就算在美日反导系统的保护下，部分战机幸免于难，但别忘了，不仅仅美日拥有五代机，中国一样拥有。到时候歼20和 F-22以及 F-35B 免不了要较量一番。不过在台海地区，我们拥有主场优势，我相信在这个五代机大战里，胜出的一定会是我们的歼20。这并不是在自吹自擂，夸大我们歼20。美日对台湾的重视程度不如我们。美国著名专家贝克利也坦言，他认为台海博弈最后胜出的一定是中国，因为美日虽然希望插手台海，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决心与中国决一死战，而中国却能，这就是问题的根本所在。确实，统一是14亿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，美日如果真敢插手，那将在14亿多中国人民铸成的钢铁长城面前碰得头破血流。奉劝美日两国能够看到这一点，不要与团结一心的中国人民为敌。